小虫，你身上啊！刚刚生产完的绣球还没适应当妈的身份，紧张不安地躲在小角落。奶爸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揪心。明知道待宰大熊猫领地意识强，还是不顾危险去产房安抚宝贝闺女。或许是因为奶爸的近身接触，绣球终于放松警惕，允许对方抚摸熊猫幼崽。可奶爸完成取宰任务还是难于登天，他没有强行带走小家伙，而是尊重闺女的想法，主动离开。王奶爸第二次进入内舍的时候，还特意捂热手心靠近闺女。绣球并没有任何的抗拒，因为这份信任才能主动上交孩子。虽然熊猫幼崽身体健康，可王奶爸还是放心不下母子俩。第一次当妈的绣球没有经验，幼崽出生1周还没学会抱娃方式，以至于小家伙喝不到奶。绣球也因为手脚并用累得气喘吁吁，连续1周都没有好好干饭。王奶爸只能亲自去内舍教闺女带娃。只见他端着一盆蜂蜜水靠近绣球，看到宝贝大快朵颐的样子，奶爸忍不住摸摸对方的脑壳。一人一熊的相处方式像极了亲父女。奶爸一手投喂着绣球转移注意力，另一手靠近闺女怀里的幼崽，直到小家伙喝到奶，他这才安心离开。刚刚我也摸了一下幼崽，它体温、活力这些都是正常的。然而母性极强的绣球却因为孩子忙得不吃不喝，整个熊都消瘦了。操心的老父亲只能亲手投喂闺女，可绣球却低着头压根不理会他。为了让孩子补充体力，奶爸立马递来一盆蜂蜜水，像哄孩子般温柔地安抚着自家宝贝。即便绣球坐月子期间一波三折，但幸运的是有奶爸陪伴，短短1周的时间，他就能带宰干饭2壶，抱孩子的同时吃竹叶也不成问题。此时的王奶爸依旧闲不下来，他考虑到闺女进食不定，坚硬的竹子也容易伤害到熊猫幼崽，于是特意将竹子剪成小块。他现在抱着小崽，一只手吃竹子方便点，二是为了安全一点。如果长一点的撕咬的时候，可能会把那个幼崽划伤啊。王奶爸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心，难怪绣球能100%地信任他。明明情绪极度起伏不定，还在最爱的王奶爸面前这么温柔，非但不会排斥对方进入内舍，听奶爸喊自己的名字也会下意识回头。要知道奶爸还照顾小奇迹，是老王将崽宠成肆无忌惮的性子，他对所有的熊猫都是同样的爱。只可惜王奶爸如今已经掉稿，小奇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般跟在奶爸屁股后面撒娇了。饲养员对熊猫能溺爱到什么地步？喜淘淘吃的竹笋都是奶爸亲手包的。等会儿啊，你太难抱儿子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把熊猫当孩子养。奶爸伺候好戴儿吃笋的同时，还温柔细语的都舍不得大声讲话。只可惜此时的喜淘淘满脑子都是干饭，内心 OS 奶爸你能剥开点吗？同样被惯坏的熊猫还有冰华，平日里吃个竹笋奶爸都得举到孩子面前，生怕自家闺女累着。哎，都惯你没有熊样了啊！吃个笋还得人家给你举得着。然而奶妈吐槽归吐槽，下一秒又嫌弃起来奶爸举笋不到位。你还得再高一点，这样子他还得低头。思佳作为大东北的孩子，饲养员更是把重女轻男发挥到极致，给孩子投喂个竹笋都要一块块掰开放到对方嘴边，更别提思佳的奢华生日会了。这小妞不仅有史无前例的超大水果蛋糕，奶爸奶妈还用鲜花给孩子铺路。难怪隔壁目睹全程的佑佑满脸不服气，都知道鱼可是出了名的妈宝熊，一言不合就跳进奶妈怀里求抱抱。即便这小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，李奶妈也会咬着牙一把抱住熊孩子。估计他因为鱼可早就练出来麒麟臂，而谭爷爷也是将花花当孙女的。宝贝吃饭被其他滚抢食，他就亲自给宝贝开小灶塞果果。爷爷知道宝贝孙女没有安全感，就特意把家搬到花花隔壁。年过半百的他整日挤在小床上，有次花花耍脾气不想回家，谭爷爷直接抱着毛孩子下班，脸都憋得通红也不放下来。在溺爱孩子的赛道上，许奶爸不可或缺。福宝都被他宠成公主脾气，奶爸上一秒还在夸自家宝贝温柔。福宝吧，他有点小调皮。她是比较淑女，她其实也蛮温柔。结果福猪猪直接将脚丫塞进水池，宝贝还当着老徐的面帮倒忙搞破坏。爸，我帮你打扫卫生。喊你帮忙，你不是还帮倒忙哦？不得不说，老徐的爱属实有些盲目。奶爸生无可恋，却只能欣然接受。毕竟小福是他宠出来的，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喊熊猫起床是拿着小苹果放到孩子嘴边的。哎呦，你这是咋了？还没睡醒吗？咋子嘞？不过宠孩子的不只是国内饲养员，暖暖在马来西亚也是长公主级别的待遇，因为宝贝压根就不需要自己走路，上下班都是奶爸包接送的，平时睡觉的时候还有专业人员拿着工具小心翼翼给孩子梳理毛发，以至于这小妞的屁股都比大多数爱挖煤的熊猫白。真希望每个熊猫都能在爱里长大，被饲养员宠成国宝该有的样子。徐奶爸又被造谣辞职离开福宝了，真心爱护熊猫的他凭什么遭受网暴？
今天一大早，老徐就出现在外场，帮闺女打扫外场，用实际行动力证谣言。他对闺女的爱意抵得过流言蜚语。自从福宝的新奶爸上线后，某些粉丝又一边倒的黑起来徐奶爸，夸帽子叔叔无微不至的同时，还要拉踩同样爱护福猪猪的老徐。然而爱不应该被拿来比较，不可否认新奶爸的认真负责，但老徐何尝不是把福宝当闺女呢？帽子叔叔会掰开窝窝头一口口喂给孩子，徐奶爸也做过相同的事情，面对面喂饭时还要温柔地盯着看。有次福宝心情不好没有吃饭，把奶爸着急的去上山砍闺女爱吃的苦竹，一路上都是亲自护送，只是为了能更快地交给对方。徐奶爸的好被黑粉视而不见，只是因为福宝外场不能爬树封龙哨，就开始线上线下轮番攻击他。可奶爸也只是基地的基层饲养员，平日里拆个塑料壳也得一层层请示领导，不能给他一个把这树的保护罩给他拆一个呀。这个我们给上面说嘛，我们领导说一下嘛。饲养员能做的也只能是用自己的方式给福猪猪带来乐趣，所以徐奶爸才会研究漏食器，不能加玩具就亲手给孩子做。每当福宝站直够竹子的时候，徐奶爸就在不远处满脸欣慰看着孩子。他对宝贝闺女还不够用心吗？奶爸明知道自己处于舆论中心，可他看到福宝打滚还是忍不住训斥。师傅，不要，过来。只是因为老徐担心孩子会刻板，真的不愿意他出去打太多的滚。刚回来的时候在隔离区，环境陌生，还焦虑紧张，还害怕，应激反应他就会打滚。都知道徐奶爸很社恐，不仅被记者采访全程不敢睁眼，和粉丝互动也是匆匆走人。没想到他谈起福宝就是另一副面孔。现在对四川话还是有反应的，因为他叫他肯定有事儿要发生，一般叫他之后就是吃，他会和吃挂上关系，那是这种条件反射嘛。其实还是蛮聪明的一只熊，更别提他在内设唠叨宝贝闺女了。只是因为福宝天热不回家，徐奶爸就给对方开思想教育课。晒得恼火，因为天气好，你看看太阳都出来了。先晒点灰。虽然熊猫不会说话，但福宝却用实际行动回复爱意。只是因为时隔多日才看到徐奶爸，这小妞就激动到一个劲回头，还要把小脑袋伸进小窗口监工。徐福记可是双向奔赴的感情，真不希望父女俩被拆散。看到萌兰受伤后依旧积极营业，才明白阳光开朗的他有多懂事。昨日萌兰的左手掌肉垫再次破皮，这可是他不到1年的时间里第3次受伤。换做其他熊猫早就撒泼打滚，可萌儿却抱着大篮球陪游客玩了好久，直到疼痛难忍的时候，才趴到小窗口向奶爸打报告。没得到回应的萌兰也不消停，继续整活哄姨姨们开心。要知道萌兰可是过得最憋屈的领悟，因为没有那场宿舍拥挤狭小，他只能在小小的院子里竭尽全力营业，就连小树杈都存在安全隐患。宝贝上一次手掌受伤，就是被尖锐的树枝划伤的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对生活充满希望。萌兰无时无刻都挂着微笑，虽然北栋的各方面条件欠佳，可饲养员对萌儿却是带心底里爱护。木叔奶爸考虑到树杈尖锐，经常带着一大群工作人员去检查。季奶爸发现孩子受伤后，也会第一时间暂停展出给萌兰治病。就连保安也很偏爱这小子，只是因为心情不好，萌兰就不用营业。大叔直接拿着大喇叭通知游客：熊猫萌兰回屋了，收货时货出来，由萌兰自己决定。正因为这些人对萌兰的宠爱，原本就懂事乖巧的他，才能对整个世界都充满善意。萌儿从来都不会伤害小动物，遇到被遗弃的小猫，会开心的走上前打招呼安慰对方。他被乌鸦啄毛、小鸟偷饭也不生气，反而把好朋友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更别提他对胖大海的关心了。宝贝出来北洞的时候对陌生环境不安，萌兰就整日缠着对方玩耍唠嗑。只见胖大海的窗口又露出一个大脑袋，萌儿还时不时的望向隔壁，大脸背儿都对在玻璃上，生怕对方看不见。久而久之，胖大海才能摆脱社恐。有次萌宝爬上铁丝网，结果重重摔倒，这小子听见后着急得很，直接100米冲刺过来关心妹妹，还一个劲的招呼奶爸奶妈来查看情况。他对于喜欢自己的粉丝更是如此，即便累到趴木架上喘粗气，萌兰也要笑着哄姨姨们开心，像是在说等我歇一下就继续表演。当萌儿下班回家时，听到猫粉们依依不舍的声音后，原本已经离开的他带着甜甜的笑容再次冲到游客面前，生怕有姨姨带着遗憾而归。这小子更不会辜负饲养员的爱意，明知道蛆虫药难吃得很，他还是会一口吃掉，肚子疼到缩成一团也不会麻烦奶爸。难怪萌兰能靠懂事温柔出圈，它的存在何尝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呢？继长隆动物园举办魅猪的百日宴后，虫洞也终于忍不住强势晒娃了。同样都是在今年喜获独生女，长隆从一开始就到处宣传自家宝宝，魅猪的广告牌贴满大街小巷，恨不得每天都大摆宴席为孩子庆祝。而虫洞主打的就是一个神秘，直接把其三妹藏了起来。小家伙出生至今居然只有3个视频，或许是因为长隆晒娃太嘚瑟，
实在看不下去的虫洞憋了个大招，齐三妹才90日龄就被迫参加百日宴，颜值超高的她一出场就引来粉丝欢呼，饲养员还特意准备粉色套装，形象墙、鲜花宝座和气球，无不彰显着齐三妹小公主的地位。小家伙一坐在粉色宝座上，就对着姨姨们撒娇卖萌，还没学会走路呢，就会营业宠粉了。虽然齐三妹比媚猪小10天，可她的体重居然比对方还重300克，这下虫洞养猪场终于实锤了。要知道齐三妹可是虫洞今年的独苗，饲养员们一直在小心呵护孩子，给对方称重的时候，奶爸全程都不舍得撒手，馆长还担心小家伙摔倒，细心的拿来板凳靠在宝座上。最好笑的是，奶爸想让孩子营业，一次又一次掰正对方，只可惜这小妞是个犟拐拐，奶爸一松手就往王座上一倒，心想这是随地大小睡的地方吗？一向宠孩子的馆长无奈之下，只能拿来毛绒玩具充当孩子的枕头。没想到齐三妹又水灵灵的倒下去。这小妞过完豪华的90天纪念日后，羡慕的何止是长隆，隔壁的于可于爱也得气疯了。不仅外公被抢走，就连齐三妹的身份也让他们笑不出来。这可是于可于爱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复杂的血缘关系都把孩子 CPU 干烧了。而芒小五更是羡慕的很，毕竟他首次展出都没有这个待遇，压根就没有鲜花和气球的存在，一个木板和毛巾就把这小子给打发了。这就是穷养儿和富养女的差距吗？等到小五过100天生日的时候，虫洞下了点心思，但不多，几个玩具球平平无奇也就算了，就连王座都是老大爷专用的糖，这貌似还是兰香小时候用过了，怕不是要留下来祖传。难怪芒小五小年纪就一把年纪，就连用的东西都是一堆老物件。更心酸的是，芒小五出门晒太阳，居然躺在一块光秃秃的木板上。相较于一堆奶爸围着转的齐三妹，这小子的待遇实在是太差了。不敢想象齐三妹的100日生日宴该有多豪华，估计感受到落差的芒小五又得哭晕在厕所了。